我今天呢，本來邀請了幾個大學生粉絲來家吃飯，但他們哈爾濱 BBQ 了，然後就改成我給他們送飯了。完，我昨天晚上問他們想吃啥，好家伙，1000人心裡可能有1000哈姆雷特，但在寢室裡的8個人卻有一個共同的心願，他們說哥，我想吃肘子。完，我還蒸了一鍋奧爾良雞腿包，還烤了幾個豬蹄兒。我寻思封校了也吃不着了，被孩子馋壞了，但也做了點封校時候能吃的了，尤其是這個香煎玉米烙和孜然土豆片。我說你們幫我試一下子，我有一天要是把飯店開在學校門口了，能不能在門口的眾多小飯馆當中脫穎而出？給他們帶了2罐梅子酒，說想喝涼的就放車裡了。然後做了個前帐口的廣式燉羊排，他們點了一個辣椒炒肉的小鍋飯，說沒有任何一個女大學生能拒絕這碗飯。完，天涼嘛，還做了一個辣醬湯火鍋。我就跟他們說，我是把這個電飯煲和火鍋連鍋端過去。你說這一周蓋幾個小姐妹圍着熱氣騰腾的吃着多有感覺呀。完，他們說哥，你指定是沒上過大學，這拿過來就是違規電器。我上没上過大学不說，但我可知道大學生愛打麻將，給他們烤了點麻将款的黄油曲奇，還在得物上買了2個麻将小手鏈。哎呦我天哪，我算發現了，得物上这種好玩的小視頻老多了，完了還老搞活動，買的贼合適。鏈接我放評論區裡了。我覺得快過年了，你可以給你那上不了廳還抓不着對的姐妹安排一下子。再一個，我是發現了，這大學生你跟他唠4、6級，他就跟你眼神躲閃。你要問他這牌胡啥，他馬上精神抖擻。哥，這胡對倒啊哥。來吧，香香了，廣陽、玉烙、紫土、麻餅、湯肘、奥包、焦飯、魚絲、烤蹄兒、辣鍋。完，今天一聽說讓學校送飯，我弟還特意換身衣服，我翹里哥呀，真是。不過咱說這當代大學生真有素質，這麼冷的天提前在樓下等我，完了還給我拿的紅腸酸奶，給我整都不好意思的，我一頓表示感謝呀。完人告訴我，你哥倆別動啊，那是給咱奶的。我有個大學同學過年回來了，完在哈爾濱站一腳来家吃點飯。是的，朋友們，我居然真的上過大學。完我們就聊起來了，說上学的時候都吃啥來着？我們學校當時有食堂，但真沒咋去過。它倒不是好不好吃的問題，主要那個食堂它在2樓。我跟你说，就那幾段樓梯，它對大學生來說比登天還難。所以月初的時候，我們就是黃金黃的燜鍋，再不就是街口的麻辣香鍋，夾肉不炸鹽版。然後月中就會收斂一點，一般是4個人點1份雞公煲，要不就是1份魚香肉絲蓋3份大米飯。這3人裡肯定有1個人吃的是湯泡飯。然後我們老二他媽這會兒一般會給他邮幾袋固始鵝塊，說讓他嘗一嘗家鄉的味道。我估計他媽可能現在都不知道，他這一個家鄉的味道養活了8個兒子。然後月末就不用說了，這上過大學都明白了，這會兒是大學生的清理腸胃時間。我們一般就是老3樣：鍋塔尖椒、香辣土豆片和火爆大豆菜。咱說那真是一肉不肉啊。不過這幾個菜確實挺好吃，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沒整明白，就是我觉得這幾個菜好吃，到底是因為價格還是因為口味？那會兒其實還老吃一個白象方便麵，我發現他現在出了一個湯好喝系列，那高湯麵嘎嘎的。你看他這個不像一般用的粉包，他用的是高湯包，做出來這個高湯賊香，麵也爽滑 Q 彈，湯味泡上去賊好吃。這個我建議喜歡的話可以多囤點，因為馬上過年了，你半夜餓了容易訂不着外賣呀，寶子。來吧，香香的麻鍋、雞公、火大、好面、鍋煎、魚絲、鄉土、固鵝、脆肘、牛焖，這些菜其實就貫穿了我們大學的時候1個月的伙食。然後沒有湯啊，就正好用這個湯好喝的高湯麵，有湯有麵有營養。咱說上學的時候要有這玩意兒，就月初裝大爺的時候，哪怕穿插1、2頓呢，那月末也不至於過得比陶白白還準呢。到23號就吃素。哎呦，我想想我眼淚都要掉下來了。今天來幾個女同學打麻將，我的媽呀，一來5、6個呀！我跟你說，這裡頭有真打麻將的，有來蹭肘子飯的，還有他媽對象在家沒吃的來給對象打包菜的。你看我弟今天幹活都有勁兒的。那正好這2天餓了麼發節，發年終禮，囤了不少吃喝，乾脆就 Happy Saturday， 提前把元旦過。完了他們說要吃炸3樣，還告訴多放點腰子。後來說想吃肥腸，說讓我再做個溜3樣。我真的，我認識他們之前，我一直以為這玩意兒就50來歲退休老頭吃呢，現在看是我狭隘了。完，今天有2個菜超常發揮了啊！一個是這一鍋汆鍋底兒，等過年消停點我出一期教程，到時候你要說不好吃我給你磕仨。還有這個奶油龍蝦湯，這個比較簡單，我就打一個文字版教程啊。你信我的，這湯你就做1回，你就會發現我教你燉的肘子其實也就一般菜。完，我们同學昨晚1點多還囑咐我呢，說魚子別放茄子，烤魚多加點配菜。說這事兒他要忘了說了，完回家想起來，他這一晚上得鬧死。就這種感覺像什麼呢？就像你早上跟人吵架，然後晚上躺床上了才想起來一句有勁兒的。哎呦我天，就這種事兒，想想他媽這一晚上就都窩囊死。
來吧，香香的定糕、溜鱔、醬子、炸鱔、沙肚、烤魚、蝦粉煲、川底、奶蝦湯、粥飯。我說今天別着急吃啊，告訴你們個好事兒，上餓了麼搜發發節玩年終互動，最高能領100元券包，新會員還有0元起入會禮。這個年終互動能看自己的專屬稱號，我這個是居里採購夫人。那麼這個有點太寬泛了，我這個應該是肘子先生。你們的到來讓我們蓬蓽生輝。好像要拜访了。今天在家跟我弟打冰箱，双11买不少好吃的，得到地方啊。再一个，到了黄金11月了，各家都開始殺豬了。我等天黑回村掏倆好肘子給我奶凍上。我發現我現在跟我媽越來越像了，哎，看啥都想買，買回來往冰箱裡一放，根本都不做。就這丫頭，我記得清楚，我先給她放到冰箱門口的位置，我吃的時候方便拿。好家伙，這一到方便他媽180天。完了還翻出點脊骨，因為排骨整根買便宜，上面的京排都給我奶做了，這點骨頭讓我煲湯了。這塊牛排骨也是當時便宜時候囤的，6斤多，好像一共才180塊錢。我跟我弟說趕緊找救兵吧，指咱倆打死冰箱把他吃的他媽吃完過年屁了。完翻出點牛雜，按前老丈人的做法做成廣式牛雜煲了。我發現現在這前賬的出鏡率他媽比我弟都高了。這說我弟我就來氣，我這烙餅呢，他在那躺的可美了。後來我決定吃羊肉泡饃了，我說來你掰一下子吧。來吧，吃香香的魚鰻、羊泡、火鳥、雜寶、烤牛、油麵、乾鴨、骨湯、清肉，反正沒啥正經玩意兒，都冰箱剩的。我估計都趕不上大學食堂的伙食。完這不雙11了嗎？我弟尋換個電話，我們好頓在慢慢買 APP 上查呀。我跟你說，這個 APP 有東西，能列出全平台的價格，一目了然，還能看180天、60天、30天的歷史價格。完了還有降價提醒的功能。我感覺它跟你對象一樣，就你買啥東西買貴了，他就生氣。完吃着飯，我爺來電話說物業不給清雪，出不去門了。我說來吧，朋友們，吃完飯消化消化一起。我跟你說，你別尋我帶菜刀上鬧着玩呢。到最後，全樓的老頭老太太能有一個腳上樓的地方，都靠我的一手刀工。但是嘛，有2個多小時，有點消化大勁了。我們12點多又找地方吃盒飯去了。我前2天看紀錄片，看着一個給老佛爺吃的菜。相傳老人家晚年牙口不太好，吃不了肉，完還乾着急。他吃不着肉，御廚也着急呀，就琢磨把肉給他塞到6豆芽裡。於是就有了這一道銀牙釀肉。但因為制作難度很大，所以選角也很嚴格。我們按照流傳的標準，用4個多小時，在將近1萬根豆芽裡才勉強選出572根。然後要想招把這些豆芽掏空了，再往裡塞肉。就這會兒我一度懷疑過，這真是一道宮廷菜嗎？這不純變態嗎？後來掏這500多根豆芽，算徹底給我們掏哭了，就跟張飛繡花似的，有勁兒根本使不出來，而且沒有任何好辦法，就只能用縫衣服的針一點一點頂出來。最崩潰的是，眼看就要頂穿了，結果在最後1/3的時候給頂漏了。問題這還是個大概率事件，我中間還試過針灸針，但是沒等給豆芽扎穿呢，先給手指頭扎穿了。這活幹得太暴躁了，這也就家裡是個露台，這要是個天台，明天早上吃晚飯都得少倆。我們幹了7個小時，那500多根只穿成功了264根，然後就要往裡塞肉了。但沒尋思幹那麼慢呢，那肉在冰箱放都快2天了。好在搬家之後新換了個美的微晶501冰箱，它有一個微晶1周鮮抽屜，肉放在裡邊冷藏保鮮1周，還和鮮肉一樣，拿出來不用解凍，直接就可以烹飪，就像給肉頭等艙一樣的保鮮體驗。有了它以後再也不用吃凍肉了。然後我們人脈有限，實在是沒有當過公公的朋友，就準備了3種肉，尋總有一種能跟老佛爺對上。但是這一步比上一步還變態，往裡塞火腿，差點沒給我眼珠塞瞎了。肉泥可以用針線或者注射器，但是依然有被捅破的風險。到最後那1萬根豆芽就穿成功了76根，做了20個小時，痔瘡都快犯了，結果就整出3個1來，1天1宿就幹出1口，我吐了我。至於口味吧，我只能說它不愧是一道宮廷菜，我等凡人根本嘗不出其中的美味。簡單來說就是沒幾味，就感覺幹了20多個小時，完全幹了個寂寞。這一宿幹的可太窩囊了，全程連大氣兒都不敢喘，好像沒給我們憋死。看來文熬確實不太適合我們，以後還得是武熬。
我有幾個哥們每年大年初二都上我家來打麻將，但今年嘛，就想幹點熱鬧有年味兒的事兒。我們今天買了100斤豬肉，在家灌乾腸。賣肉的大姐，這頓問呢，你們不是我前男友派來的吧？切肉的所有家事都在這了，一共6個人，4道崗，組了一個臨時的車間流水線。我們剛開始切的時候還有說有笑呢，半小時之後就都不吱聲了，而且還不敢抬頭，因為這會兒胳膊已經酸了，一抬頭就能看着那一大盆肉沒怎麼動，就看那一眼呢，體格差的都他媽容易過去。中午車間吃的茄子滷面條，還有幾根之前灌的乾腸。吃完飯又有點精神，我們最後冲刺了一下，肉一共切了3个多小时，然後就開始抓料了。這個是最爽的，也沒什麼比例，我們就是使勁往裡倒。反正我哥這種老手子，到最後鹹淡都能聞出來。等灌乾腸的時候，他們幾個互相看不上，就拆分成2個車間了。一車間是手動車間，我比較看好他們，因為這幾人本分。2車間是半自動車間，這倆人就是典型的光說話不幹活。反正這注定是一場拉鋸戰，前期發育也不太重要。趁這功夫，咱先把福利發了。這大過年呢，給大家送點小禮物，不玩虛的，準備了1000元的現金紅包，人人都有機會搶到，鏈接放評論區了，趕緊衝吧，寶子們！然後再回來看看戰況啊。一車間有條不紊，越來越默契，而且還發明了彈匣戰術。他們組的勝負全在這位工友的肚子上，他那要是個鐵肚子，出門甚至都可以領一個鐵飯碗。最後一車間贏的也沒什麼懸念，然後他們仨就開始站那看。他說：“我們不要獎品，我們只要諷刺。”最後我們量了一下，100斤肉加上那些料，一共灌出來120斤乾腸，然後找地方給掛上的。晾乾之後能剩多少斤，現在還不知道呢。晚上車間吃了一頓散伙飯，有乾腸蒸飯、咖喱賣肉大姐送的豬脆骨、紅燒賣肉大姐送的五花肉。那大姐竟然挺高興，早上7點半她到市場，9點半我們就給她買下班了。然後就看她揣着溜骨的小包，搖人回家打麻將去了。